试想一下，每天一睁眼就是沉重的 BTO 房贷，不断上涨的车资，还有公司里永远追不完的 KPI。表面上你光鲜亮丽，穿着体面地穿梭在 CBD 的写字楼里，但内里可能早就千疮百孔了。来看看最新出炉的惊心动魄的数据吧。2024年本地自杀总人数虽然看似降到了314人，但是请注意这个但是，30到39岁这个青壮年群体的自杀人数竟然从去年的43人疯狂飙升到了75人，增幅超过了 74%。这意味着在这个崇尚唯财主义、极度内卷的精英社会里，作为家庭和社会中坚力量的青年群体正在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心理重压。他们肩负着职场和家庭的双重枷锁，心理压力无处疏解，却只能选择强行隐忍。因为在我们的潜规则里，承认心理出问题就等于承认自己不行。今天我们来讨论的不是一场普通的周末慈善活动，而是关乎你我未来万一撑不住时，能不能在这座城市安全活下去的重大政策风向标。这背后是新加坡社会服务领域针对弱势群体心理健康和社会融入难题一次史无前例的主动破局。就在2026年5月6日，新加坡社福界发生了一件足以载入史册的大事。本地2大元老级社会服务机构，主攻残障支持的前提障人士协会 SPD 和死守自杀防线的新加坡援人机构 SOS 正式签署了合作备忘录。他们官宣要在9月19日上午在滨海湾花园绿屏搞一场史无前例的4000人双主题慈善义走，名字叫为爱而行，共创改变。很多安哥安弟可能觉得，这不就是周末去滨海湾走走路，捐钱吗？有什么大惊小怪的？请你仔细看看这次活动的主宾名单，社会政策统筹部长兼保健卫生部长亲自站台。在新加坡的政治语境里，这种高规格的跨界背书释放了一个警号，那就是政府对弱势群体的帮扶逻辑彻底变了。你平时有关注过本地的社福机构吗？知道 SOS 的24小时求救热线是多少吗？这2家诞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机构，历经半个多世纪，始终坚守在弱势群体帮扶的第一线。过去那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单线作战模式已经彻底失效了。现在国家意志正在强行打破部门墙，要把生理残障和心理崩溃这2张看似完全不搭界的网，重新编织成一张能接住所有人的超级安全网。为什么非得是这2家机构联手？因为在新加坡现代化进程加快的当下，残障群体的社会融入壁垒和青年群体的压力攀升，已经成为了本土2大最突出的社会痛点。这次跨界联动就是要传递出全员关怀、无界帮扶的全新理念，这对完善弱势群体支持体系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为什么偏偏是 SPD 和 SOS？ 这里面藏着新加坡社福体系最痛的领悟，也揭示了精英社会下弱势群体面临的双重枷锁。在咱们这个从小就被教育要 KIA 数，凡事讲求效率的社会里，不够高效往往会成为一种原罪。据官方数据显示，全岛约有 3% 的本地居民存在不同程度的残疾。你以为他们缺的真的只是一条无障碍坡道吗？根本不是，他们面临的是生理障碍、心理困境和社会隔离的3重枷锁。因为出行不便和社会的偏见，大量残障人士长期局限在固定的生活空间里，缺乏正常的沟通交流，逐渐与社会脱节。当一个人长期被当成透明人，那种自卑、孤独和压抑，极大概率会演变成严重的心理抑郁，甚至轻生的念头。他们的心理健康需求长期以来被严重忽视了。另一方面，那些陷入心理危机、有自杀倾向的群体，同样在沉默中承受着巨大的痛苦。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30多岁青壮年，一旦遭遇危机，往往咬死不开口。长期以来，我们的社福体系是割裂的。SPD 管身体，坚守了57年热线的 SOS 管心理，资源各走各的道。结果就是残障人士的心理困境没人管，高压人群的社会融入没人带，
形成了一个致命的帮扶断层。这次慈善一走的核心聚焦，就是要彻底打碎这层壁垒，直击这两大群体社会脱节、沟通缺失、关怀不足的生存困境，直白地告诉全社会，生理的困境和心理的绝望，本质上都是精英社会里的边缘化，必须打包在一起救。如果你以为这只是一次 NGO 的抱团取暖，或者简单的公益筹款，那你的格局就真的小了。结合黄循财总理主导的新加坡携手前进运动，你会发现新加坡的社会契约正在发生底层的重构。以前我们信奉的是自力更生，政府适度兜底，但面对越来越复杂的通胀压力和职场内卷，这套玩法已经快转不动了。SPD 和 SOS 的这次跨界合作，实际上是给未来新加坡的社区治理打了个样，建立了一个生理加心理加社会融入的整合式服务闭环。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未来政府的预算、企业的 CSR 资金，甚至我们每个人捐出的善款，都不会再像撒胡椒面一样分散，而是会精准滴灌到这种跨界整合的项目里。通过这场4000人的滨海湾一走，政府其实在向全社会交底，别再戴着有色眼镜看残障和心理疾病了。在社会观念引导层面，这场活动就是要摒弃刻板印象与歧视偏见，树立平等、尊重、包容的社会观念。大家可以在弹幕里猜猜，未来的 CDC vouchers 或者各项津贴，会不会更多的向心理健康领域倾斜？在未来的新加坡，没有谁应该是一座孤岛。我们正在从一个只看重金字塔尖精英的社会，转型为一个更看重底盘有多稳、安全网有多密的包容体。这种全民参与的公益生态，打破了社福机构单打独斗的局面，凝聚起多方合力。看懂了这个趋势，你也就真正看懂了未来5到10年新加坡政策的真正走向。当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想要从根本上解决残障群体融入难、遏制自杀问题高发，仅靠一场公益活动是远远不够的。社会观念的转变绝非一朝一夕，社福资源供需失衡、基层心理干预力量薄弱等现实挑战依然严峻。但是 Spark Ability 2026为爱而行，共创改变，这不只是一场公益行走，它更像是一次全社会的自我救赎，是新加坡弱势群体关怀工作的全新起点。别忘了，在极度内卷的时代，谁都无法保证自己永远是那个不会犯错、不会生病的强者。今天我们为残障人士和心理危机群体铺设的每一块砖，都可能是明天接住我们自己下坠的那张网。这场活动不仅筹集善款，切实帮助两大群体，更是在呼吁全社会放下偏见，主动走近，真诚关怀，让残障人士不再独自面对生活挑战，让心理危机人群不再独自承受绝望挣扎。9月19日，滨海湾花园绿屏的这4000步，迈出的是新加坡社会从慕强走向共情的关键一步。一场公益行走或许无法立刻解决所有问题，但它能点亮希望的微光，让每一个人都能被世界温柔以待，在社会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9月19日上午，你会去滨海湾支持这场义走吗？或者你对新加坡当下的高压生活有什么想说的？可以在评论区一起探讨，我会在那里和你们深度交流。这里是专注新加坡新政速递与热点解析的频道，记得点赞订阅，我们下期再见。